世人都怕吃苦，殊不知苦是在帮你消业攒福。穷的时候，难的时候，人的心是收着的，步子是稳的，反倒不容易出大错。等好运真来了，人心一飘，性子一散，半辈子攒的德行和气运，几天就能漏干净。这个道理很简单，福报这个东西，它根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咱们老祖宗早就告诉我们了，所有的吉凶祸福，全是你自己内心深处的气机流转感召来的。当你自身的能量频率低迷，心性没有修到位的时候，哪怕泼天的富贵，巨大的好运真的降临到你头上，你也根本接不住，最后反而会被这股巨大的能量压垮。你们要晓得，天地间所有的好运富贵，在降临之初，都是带着某种极其脆弱又敏锐的灵性。这就好比初春，刚刚破土而出的一株小嫩苗，或者是一炉刚刚点燃的微弱火苗，在它刚刚生发的时候，它的根基极其不稳，是最微弱、最容易被冲散的。任何一阵无谓的狂风都能把这团火吹灭，任何一场多余的暴雨都能把这株嫩苗连根拔起。很多老朋友吃了一辈子的苦，一旦开始走好运，人心一飘，性子一散，心里的防线瞬间就崩溃了，犯了天道既满的大忌。你以为命运的转折是终点，其实那仅仅是个开始。在这个最关键的起运阶段，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甚至是你心里的一个小小念头，都在决定这股好运是能长成参天大树，还是瞬间化为乌有。你如果不明白天地间气机运转的规律，不知道老祖宗留下的因果铁律，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亲手把你刚刚攒起来的一点点福报全部漏光。这就叫漏气，就像一个破了洞的水桶，老天爷倒进去再多的水，最后也是一场空。今天我就是要跟你们把这层窗户纸彻底捅破。只要你能够静下心来，明白起运初期的雷区在哪里，把那个漏洞死死地堵住。只要你懂得向内去关照，把自己的心修得干干净净，你会发现你根本不需要再去苦苦向外攀求。到那个时候，不仅你的好运绝不会跑掉，你的身上还会自然而然地显化出几种极其不可思议的征兆，那是你内在灵魂发生彻底蜕变的最真实写照，是真正的福报，在你生命里生根发芽的证据。那些美好的事物，安稳的生活，自然会像水往低处流一样，源源不断地向你家汇聚过来。但是在此之前，你必须先学会怎么守不住。一切免谈咱们在人生的下半场到底该怎么做这个能量的守财奴。到底有哪些事在你刚走运的时候打死都不能做？我告诉你们，这第一件打死都不能做的事，也是绝大多数人最容易犯的毛病，那就是管不住自己这张嘴。你想想看，到了咱们这个年纪，苦了大半辈子，经历了多少外人的白眼和心酸，谁心里没有憋着一口气？一旦手头上宽裕了，或者遇到天大的好事了，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是证明自己，你恨不得立刻拿个大喇叭站在大马路上，向全世界宣告，我终于熬出头了。可是你们要晓得，在这个宇宙的法则里，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携带着巨大能量的载体。你一开口炫耀，你身上刚刚聚起来的那点可怜的气场，瞬间就漏了天机。一旦泄露，福报立刻就会遭到反噬。我认识一个做小本生意的人，
姑且叫他老李吧。老李守着个卖五金建材的破店面，熬了整整10几年。前些年生意难做，老李亏得底裤都快没了，外面欠了一屁股债，天天被人催收。老婆指着鼻子骂他没用，连过年回老家，亲戚们看他的眼神都带着鄙视，生怕他开口借钱。老李那几年头发白了一大半，背也驼了，整个人就像霜打的茄子。结果就在前年，老李的运气突然来了，先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连着接了几个大工程的建材订单，紧接着他早年死马当活马医买的一只烂股票，突然像坐了火箭一样，连拉了10几个涨停板。短短2个月，老李不但把债权还清了，账上还多出了好几百万的现金。这一下老李彻底飘了，他觉得属于自己的时代终于来了。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把这些年受的窝囊气全撒出去。老李在当地最豪华的酒楼订了一个大包间，把当年那些看不起他的亲戚、老同学、同行全都请了过来。那天晚上，老李喝得满脸通红，扯着嗓门在饭桌上高谈阔论。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拍着桌子，大声嚷嚷：我老李早就说过，我命不该绝，你们看看现在这是什么行情，我随便动动手指头赚的就比你们干10年还多。告诉你们，这才是刚开始，明年我要去市区买大别墅。当时饭桌上的人个个逢迎拍马，举着杯子敬他。老李心里那个美啊，简直觉得飘在了云端。可是这杯子里的酒还没干，灾祸就敲门了。不到1个星期的功夫，老李接的那几个大工程突然因为资金链断裂全面停工，他垫进去的几十万货款直接打了水漂。紧接着那只股票出了重大利空消息，连续跌停。老李因为贪心加了杠杆，连逃跑的机会都没有，直接爆仓。更要命的是，那天晚上吃饭的亲戚一窝蜂的跑上门来借钱，有的要买房，有的要还债。老李拿不出钱来，那些人当场就翻脸，在店门口指着老李的鼻子，骂他忘恩负义，越有钱越抠门。老李瘫坐在他那个破店面的水泥地上，浑身直冒冷汗，两腿发软，连站都站不起来。他呆呆地看着空荡荡的账本，整个人就像抽干了魂一样。老李怎么也想不明白，半个月前还金光闪闪的大好前程，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就变成了家破人亡的死局？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老李犯了天道运转最大的忌讳，咱们老祖宗留下的易经里头开篇第一卦讲的就是潜龙勿用。什么叫潜龙勿用？一条龙在它还没有完全形成气候，还在深渊里刚刚开始修炼的时候，它的鳞片是软的，爪牙是钝的。这个时候你如果过早的把自己的底牌暴露在外面，大肆张扬，你不仅飞不上9天，反而会立刻成为四面八方猎人们争相捕杀的靶子。你们要晓得，好事在刚刚萌芽的时候，内部结构是极其不稳定、极其脆弱的，它就像一汪刚刚汇聚起来的春水，任何一阵乱风都能把它吹干。你以为你在饭桌上是在分享喜悦，你以为你在家庭聚会里谈投资心得，发旅游照片是在证明自己的价值，大错特错。你那是在泄洪，你把你身体里好不容易聚集起来的高频能量，通过炫耀这个缺口，毫无保留的释放到了空气中。你把外面那些混乱的低频的杂气全部引进了你脆弱的生命磁场里，瞬间就击碎了。
你原本就不够坚固的好运，所以我告诉你们，要想稳稳地接住老天爷赏给你的这笔天降财富，要想下半辈子活得通透安稳，你必须要在心里给自己立下铁一般的规矩，像壮士断腕一样，彻底斩断这种喜欢炫耀的病态习惯。从今天开始，时时守住你的言语边界。如果你的事业突然有了起色，闭紧嘴巴，不要说如果你的儿女突然出息了，给了你一大笔钱，把钱存好。不要说如果你的身体经过调理突然变得硬朗了，哪怕你高兴的想唱歌，也给我硬下心肠，把这些喜悦死死的压在心底。可能有的老朋友会说，南师啊，这锦衣夜行憋在肚子里实在是太难受了啊！难受你也得给我撑住，因为你现在的沉默才是对你未来运势真正的负责。你要让这些好运的能量像埋在土里的种子一样，在绝对封闭绝对安静的环境里慢慢的发酵，慢慢的褪去浮躁的火气，最后变成滋养你生命坚不可摧的养分。等到有一天你的实力已经强大到可以无视任何外在的干扰，你的财富和格局已经坚固到不可撼动的时候，你再从容地站出来，那才叫真正的飞龙在天。但是光管住嘴巴不去说，这还仅仅是第一步。人在走好运的时候，不仅不能说，甚至连你身边那些天天见面的人，你都得小心应付。如果你不懂得在这关键时刻清理你的圈子，哪怕你一句话不说，照样会有人在暗地里把你拽下深渊。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告诉你们，这就牵扯到人性深处最阴暗最见不得光的一块地方了。你想想看，当大家都在同一个泥潭里苦苦挣扎的时候，彼此之间是不是很客气？今天你借我1斤米，明天我送你1碗汤，大家在泥潭里彼此心安理得，互相安慰。为什么？因为大家都不如意，谁也没比谁好过，所以心里就很平衡。可是一旦你身上突然有了光，一旦你摸到了一把梯子，想要往上爬，这就彻底打破了原本的生态平衡。在这个时候，对于你原来那个圈子的人来说，你的上升绝对不是什么励志感人的好故事，而是对他们平庸和无能最刺耳的讽刺。这个世界上除了生你养你的父母，你信不信？根本没有几个人是发自内心真正希望你过得比他好的。咱们老一辈人常讲一句俗话，叫恨人有，笑人无，嫌人穷，怕人富。咱们老祖宗在运命论里头也有一句极其透彻的箴言，木秀于林，风必吹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道理太深刻了。一片树林子大家都一样高，风吹过来谁也没事。可是你这棵树突然碰上了好运气，得了雨露滋润，往上猛穿了一大截，长得比谁都高，那对不起，狂风刮过来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把你连根拔起。为什么？因为你太扎眼了，你挡了别人的道，刺痛了别人的眼。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这就叫无明嫉妒，这就叫同业相残。你们原本在同一个因果圈子里，业力是差不多的，现在你突然要脱颖而出了，那些不如你的人心里的那个无明火，那个嫉妒心一旦升起来，就会汇聚成一张极其可怕的低频的无形业力网。这张网就像泥沼里的水草一样，死死地缠住你的脚踝，拼命地把你往下拉。他不把你拽回泥潭里，和他们一样受苦，他心里就过不去这个坎。
所以在这个阶段，最了解你软肋的那些老熟人、老朋友，往往就是下手最狠、最能给你致命一击的人。关于这一点，咱们中华文化里头有太多血淋淋的教训了。你们看看明朝初年的那个江南首富沈万三，这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沈万三早年呢是走了大运，富可敌国，家里的金银财宝堆得像山一样高。一个人一旦被泼天的富贵砸中，如果不懂得收敛锋芒，不懂得避开人性的暗礁，那可是要掉脑袋的。当时天下初定，朱元璋正准备修筑南京城墙，但是国库空虚，拿不出那么多钱。沈万三一听，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既能显摆自己的财力，又能跟皇家攀上交情。他极其高调地主动跑去，大笔一挥，直接出资修了整整1/3的城墙。这还不算完，城墙修好之后，沈万三这股子狂傲之气彻底压不住了，不知天高地厚。有一天，他竟然跑到朱元璋面前磕头进言：皇上听说前方大军连年征战，十分辛苦，草民愿意替皇上出资犒赏100万大军。我的天哪！这话一出，大殿里的空气瞬间就冻结了，旁边站着的大臣们吓得冷汗直冒，连大气都不敢喘一口。沈万三还美滋滋地趴在地上，以为皇帝马上就会重重地赏赐他，给他个大官当当。结果怎么样？朱元璋猛地一拍龙书案，眼神像冰冷的刀子一样，死死盯着他，咬牙切齿地骂出一句话：匹夫靠天下之君，乱民也遗诸。你一个平头老百姓，拿着你手里那点臭钱，跑到天子面前来显摆，你替我犒赏军队，那这天下的100万大军以后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这是在收买军心，图谋造反就这一句话，沈万三彻底触碰了权力和人性的绝对底线。他辛苦积攒了半辈子的大好气运，就在这一瞬间灰飞烟灭。虽然最后被马皇后劝下来，保住了一条老命，但他千万家产被抄得干干净净，一文不剩，全家老小全被发配到西南，瘴气丛生的云南去吃苦受罪了。诸位你想想看，沈万三错在哪了？他就错在不懂得人际与身份的边界。他以为自己有了钱，运气好就能随便出风头，去掺和根本不属于他的局。咱们普通老百姓虽然碰不到皇帝，但你身边的那些旧圈子、老熟人就是你的雷区。所以我告诉你们，在你刚刚开始起运，生活刚刚有点起色的时候，你必须非常果断的，像用快刀斩乱麻一样，彻底斩断那些无效的社交。你仔细看看，你现在的那些旧圈子，那些老同学、老同事，甚至某些见不得你好的亲戚，他们还在运行着。过去的低级思维，他们的生命频率和你已经完全不在一个波段上了。你跟他们谈未来的机会，他们跟你谈未知的风险，你跟他们谈精神的升华，他们跟你扯隔壁邻居的八卦。你如果是顾及面子，强行去凑那个热闹，这其实是在非常廉价的贱卖你宝贵的运势。你越是想要融入那个已经不属于你的圈子，你身上刚刚聚集起来的好运就会被他们吸得越干。他们就像是无形的能量吸血鬼，会在不知不觉的闲聊和推杯换盏中掏空你刚刚积攒起来的精气神。咱们人到了晚年，一定要学会像三国时候的诸葛亮一样去思考人生。诸葛亮当年在南阳隆中种地的时候，
满腹经纶，他为什么不去许昌，不去荆州那些名士云集的聚会上混个脸熟？因为他心里跟明镜似的，那种虚张声势的社交只会让他陷入无休止的人事倾轧和低频消耗之中。他选择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深沉的孤独中默默地与天下对弈，在无人问津的岁月里静静地打磨自己的战略眼光。正是这种长期的蛰伏和与世隔绝，才养出了他后来三分天下的宏大气魄。很多中老年朋友心里总是发虚，觉得如果推掉这些逢年过节的应酬，推掉同学聚会，就会被别人说成是摆架子，就会失去在这个社会上的立足之地。其实这完全是一种作茧自缚的执念。不要害怕别人说你不近人情，你推掉一场无聊的饭局，可能会得罪一两个人，但你保全了自己一整晚的清静和能量。你退出一个整天攀比炫耀发牢骚的群组，可能会被人议论几天，但你换来的是长久的内心安宁。记住老头子我今天说的这句话，不合群主，是一种极高的修养，不解释，是一种深邃的智慧。远离那些消耗你的熟人，就是对你这股好运最大的保护。把你在外面讨好别人的精力通通收回来，放在自己身上，放在真正重要的老伴儿女身上，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当你真正把大门关上，不再去迎合外面的世界，彻底安静下来的时候，很多人往往又会陷入一种极其强烈的恐慌感和孤独感中。如果你在这个时候撑不住，这股好运照样会在你身体里坏死。那么在关上门闭上嘴之后，在绝对的独处中，咱们的身体和灵魂又该发生怎样不可思议的重塑，才能真正把福报接住呢？我告诉你们，这就牵扯到咱们老祖宗讲的养气的真功夫了。你想想看，很多中老年朋友刚开始推掉外面的应酬，把自己关在家里的时候，心里头会发慌觉得我是不是被这个社会抛弃了？亲戚朋友在背后会怎么议论我？你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没着没落的感觉？你要立刻停止这种毫无意义的精神内耗。你们要晓得，孤独绝对不是老天爷对你的惩罚，孤独是老天爷赏赐给你，用来重塑灵魂、养护福报的最高级道场。咱们前半辈子为了迎合这个社会，为了照顾一家老小，在人情世故的泥水里滚了几十年，心血早就耗干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点转机，你必须要像壮士断腕一样，斩断那种对热闹的病态依赖。当你真正安安静静地坐在家里，不去向任何人解释，不去跟任何人争辩，把心收回来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发生极其奇妙的变化。这个道理很简单，咱们中华文化里的中医理论讲得很透彻。言语是最耗费神气的，当你停止了无意义的喋喋不休，不再去操心外面的闲言碎语，你体内原本流失的元气就会慢慢的回流到你的五脏六腑。这就引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显化。当你的福报真正开始在你身上扎根的时候，你身上会出现的第一个根本藏不住的征兆，那就是你的色身，也就是你这副肉身皮囊会经历一次由内而外的彻底大洗牌。佛法讲得很清楚，相由心生，你的心就是根，身体就是树叶，根上有什么，叶子上就现出什么状态。过去你心里装满了生活的高压，对未来的焦虑，
对别人攀比的不甘心，你的身体为了缓解这种精神上的巨大痛苦，就会本能的去寻找各种强烈的感官刺激。你想想看，你以前是不是特别馋那些重油重辣的食物？是不是心里一烦就想喝酒吃甜食，或者半夜3更不睡觉，非要熬夜看电视，试图用这些外在的刺激来麻痹自己紧绷的神经？但是当你这颗心在独处中真正静下来，当福气开始滋养你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最先给你一个极其诚实的答案。你会发现你的口味在不知不觉中变了，变得越来越清淡，你不再需要那些重口味的东西来刺激味蕾了，你开始能品尝出一碗白水煮青菜里头那种淡淡的甘甜，你开始享受粗茶淡饭带给身体的那种通透感和轻盈感，肠胃的负担一轻，你整个人的精气神瞬间就提上来了。比口味变化更明显的是你的睡眠。过去你躺在床上，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白天的委屈，明天的麻烦，翻来覆去在脑海里搅和，怎么也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了，也是噩梦连连，被人追着跑，掉下悬崖，第二天早上醒来，觉得比没睡还要累，脸色暗沉，满身都是沉重疲惫的浊气。现在呢，你的心像一潭静水一样平和，脑袋一挨着枕头，很快就能进入那种极其深沉的无梦的睡眠。白天你精力充沛，安安稳稳地做好手头的每一件小事，晚上你心无挂碍，睡得像个无忧无虑的婴儿。这种高质量的睡眠，就是老天爷在帮你进行深度的自我修复，是在一砖一瓦的给你重塑生命的地基。再有最神奇也是最让人震撼的改变，就是你的眼神和面相。你们要晓得，一个常年在这红尘里打滚，心里装满防备的人，他的眼神是浑浊的、凌厉的，甚至是带着刺的，遇到事眼睛咕噜噜乱转，总是带着精明的算计。但是当你在独处中把气养足了，把福报养大了，你的眼神会变得无比的清澈明亮。那种清澈就像是深山里没有被任何污染的泉水，里面没有浑浊的杂念，没有提防别人的阴霾，只有一种纯净的光芒。别人只要看你一眼，就能立刻感受到你内心深处的真诚和善意，就会觉得和你待在一起特别舒服，特别有安全感。你脸上的线条也会自然而然地褪去那种苦大仇深的紧绷感，变得越来越柔和，嘴角会不自觉地上扬，整个面相会呈现出一种慈悲祥和的贵气。我告诉你们，这是任何昂贵的保养品，任何高科技的医疗手段都很难做到的，由内而外的通透。这是你内在纯净的灵魂在物质世界里雕刻出来的珍贵杰作。到这一步，你的这副皮囊已经不再是困住你的牢笼，而是你接纳老天爷馈赠的最美载体了。可是身体的舒展，色身的重塑仅仅是个开始。当你的精气神养足了之后，你内在的情绪和心胸又会经历怎样翻天覆地的锤炼。当你再次走到人群中，面对那些曾经让你咬牙切齿、火冒三丈的人和事，你又会生出怎样不可思议的反应。这就到了修行最见真功夫的地方了。咱们这代人从小到大受的教育是什么？是忍。为了家庭和睦，你的忍；为了在外面讨生活、保住饭碗，你的忍；顾及亲戚朋友的面子，
你还得忍。别人明里暗里刺你一句，你表面上挤出个笑脸，背地里却把牙咬得咯咯响，双手攥成拳头，硬生生把那股子邪火憋回肚子里。很多人以为我能把脾气压住，我没有当场发作，这就是我修养好，情绪稳定。老头子，我今天要给你们一棒子把你们敲醒。这种靠咬紧牙关硬憋回去的做法根本不叫情绪稳定，那叫极其严重的内在消耗。你想想看，你回到家之后是不是气得整夜睡不着觉，脑子里就像放电影一样，把白天那个场景来回倒腾，心里恨恨地想，哎呀，我当时要是那么回敬他就好了。你把这股毒火憋在五脏六腑里，天长日久，它就变成了你身体里的郁结，变成了你晚年挥之不去的病痛。那么当你的福气真正在独处中养大，内在灵魂彻底蜕变的时候，到底是个什么境界？那就是你身上会出现一种极其奇妙的心理反应。面对同样那些让你不顺心的人和事，你不仅不需要去强忍了，你是打从心底里觉得压根就不值得生起气来。北宋时期有个极其了不起的宰相叫吕蒙正，他这个人心量大的吓人。他刚被皇帝提拔当上宰相，上任的第一天穿着官服，威风凛凛地走入朝堂。就在他迈步往前走的时候，大殿的帘子后面突然传出一声极其刺耳的冷嘲热讽，哼，就凭这种人，他也配当宰相。这话在寂静的朝堂上听得清清楚楚，跟在吕蒙正身边的同僚一听，顿时火冒三丈，气得浑身发抖，立刻就要冲过去掀开帘子查查到底是哪个不长眼的家伙敢这么嚣张。你猜吕蒙正怎么着？他脸色连变都没变下，一把拽住那个同僚的袖子，脚下步子不停，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话，千万别去问，一旦知道了他的名字，我这心里就会记他一辈子，还不如不知道的好。诸位啊，这叫什么？这就是真正的大智慧。这个道理很简单，别人向你扔过来一包发臭的垃圾，只要你不伸手去接这包垃圾，最后脏的是谁的手？还是他自己的手吗？吕蒙正心里跟明镜一样，他如果去查了，心里生了怨恨，那就是把别人的业障硬生生装进了自己的心里。佛法讲得很清楚，你原来就像是一个浅薄的小水坑，别人随便往里面扔一颗小石子，你这里立刻就泥沙俱下，浑浊不堪。可是当你把气养足了，你的心境就从那个容易浑浊的小水坑变成了一片浩瀚无垠的汪洋大海。外界那些负能量，那些恶意的揣测，那些无理的指责，就像是一粒粒微小的尘埃落进你的大海里，连一丝微小的涟漪都激不起来。当你看到别人对你无理取闹发脾气的时候，你一眼就能看穿，那是对方自己身上的业障在发作，你根本不需要去接纳这份充满毒素的礼物。这个时候你心里升起的不再是愤怒，而是一种深深的悲悯。你悲悯他们被贪嗔痴的欲望死死地控制着，悲悯他们在自己制造的苦海里苦苦挣扎。这种不接别人恶业的深厚定力，就是你余生福报深厚的最大底气。你这颗心既然平了，不再装那些乌七八糟的怨气了，你的心胸自然而然就空出来了一大块。接下来水到渠成，你的身上就会爆发出另一个极其惊人的变化，那就是你的心量会被彻底撑开，你开始发自内心地真正的去随喜别人的成功了。你们要晓得，在这个世界上
绝大多数普通人辛辛苦苦大半辈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福报浅薄，根本原因就在于肚子里藏着一条极其阴毒的蛇，那就是嫉妒心。你想想看，在过去的日子里，当你听说某个老同学买了豪宅，或者某个亲戚家的孩子考上了名牌大学，你的心里是不是会立刻升起一股酸溜溜的味道？你表面上可能会挤出几丝虚伪的笑容去恭维人家两句，但你心里却在暗暗地挑对方的毛病，试图用贬低对方来平衡自己内心的失落。我告诉你们，就在你心里升起嫉妒的那一瞬间，你辛辛苦苦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那一点点福报，就像是被戳破了底的水桶一样，瞬间漏得一干二净。为什么？因为嫉妒的本质是你潜意识里认为别人的成功抢走了属于你的资源，你觉得这个天底下的福报是有限的，这是对天地生发之气极大的不信任。但是当你的福气真正在你身上显化的时候，你的心胸就像被一双无形的大手彻底撑开了。当你看到别人赚钱了，升职了，家庭幸福了，你不再感到失落和焦虑，而是发自内心的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过得好。诸位要记住，在这天地奇迹因果法则里头，有一个极其高级的拿来主义。当你真心实意为别人的成功感到高兴，不去眼红，不去嫉妒的时候，你其实就是在吸收对方身上的那股极高频的好运能量。你是在把别人的福报原封不动地复制到了你自己的生命蓝图里。你不再把别人看作是抢你饭碗的竞争对手，而是把所有人都看作是你生命旅途中的同行者。你这颗心一打开，没有了分别心，没有了嫉妒的毒素，你的生命磁场就会变得无比纯净。你的心量有多大，你的福报就有多大。老天爷一看，哎呀，这个人是个敞亮的大容器呀，自然而然就会把更多的财富、更多的健康、更多的机缘源源不断地倾注到你的身上。可是当你的心量撑得像汪洋大海一样大，当你的情绪稳得像泰山一样重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的眼光也就和普通人完全不一样了。这个时候不仅你自己变了，连带着你那个原本鸡飞狗跳的家，你身边那些乌烟瘴气的关系都会在瞬间发生一场极其不可思议的乾坤大挪移。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告诉你们，你身上会生出最后两个极其不可思议的征兆。这两个征兆一旦出现，你晚年的福报就算是彻底稳住了。首先第一点是你终于长出了一双能够一秒看透事物本质的智慧之眼。你想想看，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你是不是经常觉得活得很累、很迷茫？你特别容易被人蒙骗，别人说几句好听的花言巧语，你就恨不得把心掏给人家，结果被骗得血本无归。在那些亲戚朋友居心叵测的是非纠葛里，你总是凭着别人表面的行为去判断对错，结果糊里糊涂的就踩了坑，每天为了各种流言蜚语心力交瘁。你的心啊，就像是在狂风巨浪中飘摇的一叶小舟，被外面的风吹草动，随便裹挟着走。但是现在不同了，当你在独处中把神气养足，把那些狭隘的嫉妒心和嗔恨心全部清空之后，你的觉知力就被彻底打开了。现在的你就像是站在云端俯瞰众生，遇到突发情况，遇到再大的危机，你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惊慌失措、冷汗直冒。
你能一眼看穿事情的底牌，剥去那些繁杂的表象，直接掐住问题的七寸。当有人在你面前拍桌子发脾气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再是他的嚣张跋扈，而是他内心深处的恐惧和无能为力。当有人跑到你面前穿金戴银大肆炫耀的时候，你看到的不再是他的风光，而是他灵魂深处的匮乏和极度渴望被认同的虚荣。你不再被大千世界的光怪陆离所迷惑，你的心里就像点亮了一盏明灯，再也不会迷路了。你这双慧眼一睁开，紧接着就会引发第二步极其震撼的变化，那就是你周围的磁场和家宅风水会自动进行一场深度的大清洗。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学问里有一句话叫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这就好比你是什么样的坛子，就会招来什么样的虫子。过去你自身充满了抱怨、嫉妒、焦虑和恐惧，你浑身都长满了刺，你的能量是低频的、浑浊的，所以你总是会招惹那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喜欢搬弄是非的人。你觉得生活处处不顺心，其实呢都是你自己散发出去的恶念感召回来的。可是现在你的心念转柔了，你的福报深厚了，你看看会发生什么。我认识一个张阿姨，大半辈子活得就像一只随时准备战斗的刺猬。她控制欲极强，嘴巴又碎又毒。以前谁要是敢惹她一句，她能站在楼道里骂人家半条街。她在家里也是一样，对老伴是指着鼻子骂窝囊废，对30多岁的儿子更是处处挑剔。老伴为了躲她，天天去公园下棋，不到天黑绝不回家。儿子换了7、8份工作，一事无成，看见他就像老鼠见猫，宁可躲在网吧也不愿回那个冰窖一样的家。张阿姨自己呢，气出了一身的病，天天抹眼泪，说自己命苦，养了一群白眼狼。后来她自己身体实在扛不住了，加上吃了几次大亏，总算开始反省了。她开始学着闭嘴，学着把注意力从别人身上收回来，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不出去掺和东家长西家短的破事。有一天晚上，儿子又被老板炒了鱿鱼，垂头丧气地推开家门。要是换作以前，张阿姨肯定猛地从沙发上弹起来，指着儿子的鼻子破口大骂：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你到底还能干点啥？我的老脸都被你丢尽了。儿子也早就做好了摔门对骂的准备，浑身肌肉都紧绷着。结果那天张阿姨坐在饭桌旁看了儿子一眼，眼神里没有刀子，只有一种深深的平静和包容。她站起身，走进厨房，端出了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汤，轻轻地放在儿子面前，语气柔和地说了一句：外面冷吧，先喝口汤，工作没了就没了，家里还有饭吃，慢慢来，不急。就这么极其普通的一句话，你们猜怎么着？那个30多岁满身戾气的大老爷们端着那碗汤，眼泪吧嗒吧嗒就掉进了碗里，哭得像个受了极大委屈的孩子。那一刻，横在拇指之间10几年的那堵冰墙轰然倒塌。从那以后，张阿姨家里的风水彻底变了。她不再用尖酸刻薄的言辞去管教儿子，不再用嫌弃的眼光去审视老伴。她放下了控制欲，整个人变得柔和如水。结果呢，老伴慢慢开始早回家了，还主动帮他择菜做饭。儿子的心也定下来了，因为家里不再是战场，他身上的焦虑感消失了，整个人变得踏实肯干。没过几个月，就遇到了一位特别赏识他的贵人老板，事业一下子就有了起色。
张阿姨自己身上的结节、高血压竟然也在不知不觉中好转了。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张阿姨的气场变了，她从一个浑身带刺吸人能量的黑洞变成了一个散发着温暖、包容、安宁能量的源泉。你们要晓得，佛法讲得很清楚，依报随着正报转，你的这副身心就是正报，你身边的环境、人事、家庭就是依报。当你自己修好了，你原本那个朋友圈子会自动进行清洗。那些过去总是找你借钱不还，跟你斤斤计较的人，那些只会给你倾倒负面情绪的能量吸血鬼，会莫名其妙地淡出你的生活。你们之间没有了因果交集，缘分自然就断了，怎么都凑不到一块去。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和你一样同频共振、内心善良清澈的朋友，开始不断地走进你的生命。你在迷茫的时候，总会有人恰到好处地给你一句点醒你的话。你需要帮助的时候，自然会有贵人把梯子递到你脚下。尤其是你的家庭，千万不要向外去求什么财神爷，你们要牢牢记住，家才是一个人这辈子最好、最肥沃的福田。当你的磁场彻底柔和下来，你家的气氛就会从充满火药味的冰窖变成春风拂面的温暖港湾。家人之间的互相折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互相的滋养和扶持。当这一切显化在你的生命中时，你就真正接住了老天爷赐给你的这笔破天富贵。好了，老头子，我今天洋洋洒洒跟你们讲了这么多，把天机和人性的底牌都给你们掀开了。我知道咱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年纪大了，听着的时候直拍大腿觉得痛快，可是一转头出门买个菜，跟邻居拉两句家常，可能就把这些规矩忘到脑后了。没关系，我最后再给你们啰嗦一遍，这几招救命招，你们死死地刻在骨子里。第一件事，也是最要命的一条红线，你一旦开始起运，打死也别乱说。你想想看，你那只套牢的股票终于翻红了，你那平时不声不响的儿女突然升职加薪，给你塞了一大笔钱，或者你调理身体终于见效，红光满面了。这个时候给我把嘴巴像上了锁一样闭紧，烂在肚子里，千万不要跑去饭桌上请客显摆，不要在同学群、亲戚群里发照片讲心得。这个道理很简单，好运刚刚生发的时候，就像初春地里冒出来的一株嫩芽，极其脆弱。你不说，这股气就在你身体里，在你家里捂着养着，你一开口炫耀，你那个原本就不牢固的气场瞬间就漏了。外面那些乌七八糟的乱风一吹，你的福气立刻就灰飞烟灭。你要做个契机的守财奴，把所有的筹码都压在心底，懂不懂？第二件事，果断斩断那些烂圈子，避开熟人的暗交。你越是走好运，越要防着身边那些见不得你好的老朋友、旧相识。不要怕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说你有钱了就摆架子，不合群。我告诉你们，在这个关键时期，不合群是最高级的保命法。遇到那些整天发牢骚、爱攀比、喜欢在背后嚼舌根的人，离他们越远越好。不要去接他们的负能量，更不要去给他们当情绪垃圾桶。你退出一个整天攀比的群，推掉一顿虚情假意的饭局，换来的是你自己一整晚的清静和你家宅长久的安宁。第三件事，门关上了，圈子清理了，你要学会独处养气，不要一闲下来心里就发慌，就在家安安静静的泡杯热茶，看看电视或者闭目养神，
把你每天对外讨好别人的精气神通通收回到自己的五脏六腑里来。当你不再去迎合外人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口味自然变清淡了，不再依赖那些重油重辣的刺激，你的睡眠变深沉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相由心生啊，诸位。当你的眼神不再浑浊防备，面相变得柔和慈悲，你的身体就成了一个真正能装得下泼天富贵的净瓶。第四件事，别人扔过来的恶业，你坚决不要接。走在外面，遇到别人无缘无故的骂你、嘲讽你，给你穿小鞋，别像大半辈子那样咬牙切齿的生闷气，更别在大街上跟人家撕破脸皮对骂。你想想那个北宋的宰相吕蒙正，别人在朝堂上当面骂他，他装听不见，头都不回，这是何等的大智慧。你一接招一动怒，你就跟他的恶业死死地纠缠在一起了。你要升起悲悯心，一眼看透他那是被自己的业障控制着，是在苦海里挣扎。你不生气，不接这包垃圾，你的心量就彻底撑开了。你不去嫉妒别人的成功，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别人，你就能把别人身上的高频好运顺理成章的吸到你自己身上来。诸位啊，你们要晓得，咱们这大半辈子跑去庙里烧了多少香，磕了多少头，总想求神明保佑自己发大财，保佑儿女顺风顺水。其实呢，最好的风水压根就不在你家祖坟上，也不在你家大门的朝向上，全在你自己的这一方心田里。最大的改命，不是你花钱去算个命改个名字，而是改你的心念，改你的行为，改你的因。今天我把老祖宗这几千年传下来的大智慧，天地间气机运转的铁律，毫无保留的全都掏给了你们。为什么？因为看你们大半辈子受苦受累，最后关头福报却接不住，老头子我心里也不好受啊。可是光我一个人在这里讲，这声音还是太弱了。修行这条路得靠大家一起手拉着手，互相拉一把。佛法讲得很清楚，法布施功德无量。你今天在这里听明白了，转过头去把你看到的这个视频，听到的这段掏心窝子的话，动动手指转发给你家里的老伴、你的儿女，转发给你那些还在人情世故的泥潭里苦苦挣扎，为了几句闲言碎语整夜睡不着觉的老兄弟老闺蜜。你千万不要觉得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分享，你想想看，你这随手的一个转发，一句善意的提醒，可能就恰好点醒了那个正在饭桌上准备大肆炫耀的亲戚，让他瞬间闭上了嘴，保住了后半生的家运。可能就恰好让那个正在因为嫉妒而疯狂内耗的老朋友突然放下了心里的执念，少造了一场口业，免了一场灾祸。俗话说得好，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你这就等于是救人一命护人一运，这就是你在真真切切脚踏实地的为自己和家人积攒大福报啊！如果你觉得今天南老师讲的这番话确实解开了你心里的疙瘩，确实对你往后的日子有帮助，请你给南老师点个赞，点个关注。更重要的是，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在下方的评论区里留下你的足迹。你可以写下一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哪怕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修心积福。我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小看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文字是有力量的，念头是有能量的。当成百上千个中老年朋友的善念汇聚在咱们这个小小的评论区里，那形成的正向磁场
威力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你今天在这里种下的一颗善念的种子，写下的每一句祈福的善言，最终都会化作一股极其高频温暖的能量，完完全全原封不动地回向到你自己和你家人的身上。